这2年呢，我去国外上学了，每天都在吃白人饭。蒙恩呐，兄弟啊，你还有3个月就走了，咱现在就该吃点啥吃点啥吧。哎呀，我最近回上海发现，上海也开始流行吃白人饭了。我去吃了，不是很正宗，因为太好吃了。就国外那个正宗的白人饭，没有调料，没有味道，没有活下去的必要。白人饭的菜，那是真生吃啊，生芹菜、生西兰花、生菜花，吃到后面你都不用自己物化自己，这就是纯牛马。就这菜，他们不炒，也不焯，就让你蘸酸奶吃。吃了1分钟我就懂了，酸奶在这里面主要起到一种送福的作用。唯一不生吃的菜是豆角。咋不能生吃呢？吃死多好呀！死了我在黄泉路上，孟婆还能给我喝一口热汤，也是过上了一种向往的生活。就这午饭吃完你都根本不用午休，因为血糖根本上不来。你想吃点热乎的，只能靠自己上火。就真的很想问他们，我说普罗米修斯知不知道这个事情？我说普罗米修斯当年为了把火种带给人间，被宙斯绑在山上，每天忍受着风吹日晒和秃鹫的啄食，然后你们就吃这个。我说那普罗米修斯他自己晒得久一点，秃鹫吃的都比你们热乎。我要是普罗米修斯，我看到白人吃这些东西，我真的会很生气的。我说你什么意思？早知道我带什么火呀？是不是我给你们自由过了火？早说我带点酸奶下来不就完了吗？哇！但是后来我确实就开始自己做饭了，为了活下去，也为了吃口热乎的。朋友们，中餐是真好吃啊，但做中餐真的好费时间呀！我要做一顿午饭。我得洗切煮炒炖吃，洗，因为第一个洗是洗菜，第二个洗是洗锅碗瓢盆菜碗和灶台，等好不容易收拾完了，我坐在那，该做晚饭了。根本没有时间忙自己的事业还有爱好。我朋友问我说：“英宁，你现在在国外上学还是上班？”我都不好意思，我说在家上菜。现在主要在西方展示一些新东方。但确实我实话实说，那一段密集做饭的时间，天天做，顿顿做，我一下就理解了我那个老母亲。就我印象中，她年轻的时候总是特别的焦虑。我现在理解了，因为她活真的太多了，她要下班赶紧马上回家上班，因为家里不仅有家务，家里还有2个废物。我和我爸每天不干活，哇，特别的快乐，快乐的像那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样。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主题曲怎么唱？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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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拉了能有1分多钟，都没提他妈一句。我不知道，还以为讲的是一个单亲爸爸的故事。我点进去一看，我的妈呀，有妈呀，叫围裙妈妈。我说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我说妈妈怎么了？妈妈是没有头吗？我说你大头小头后面至少接个烫头吧。
我最近又重新看了一遍这个动画片儿，没想到这么恐怖，推荐给大家。午夜梦回的时候你就点开一集。这个动画片一共151集，有一集叫《围裙妈妈的节日》，重点推荐。那一集是这么演的：大头儿子睁眼醒来说：“今天是3·8妇女节，是妈妈的节日，我们就让妈妈休息一天吧。”哇，大头儿子说这话真是让人头大。365天就休息1天。要我说9960007算啥呀？你试试这个355。后来发现我还算错了，休息10天才是355。我说难怪只有那父子俩有头呢，原来妈妈这日子真是一眼望不到头啊。妈妈甚至都没有一个病假啊！有一集围裙妈妈在家做饭累到晕倒，父子俩赶紧跑过来关心说：“围裙妈妈，你可不要死啊！我们还没有吃晚饭呢。”我一个字都没有篡改过。我说：“所以妈妈不是不能死，是只能饭后死。我要是围裙妈妈，我就做顿生豆角，大家一起死。”但我还是要为小头爸爸证明一下啊，他是个好男人。做过一顿饭，就在3·8妇女节那天，给妈妈做了4道菜，分别是红烧芋头、生拌黄瓜、白糖拌姜片儿，已经很荒谬了，对吧？第4道菜更绝，叫紫色卷心菜。连做饭的动词都没有了。我要是围裙妈妈，我肯定会很难过。我说你什么意思？我把你当家里人，你把我当外国人。你给我做4道白人饭，白糖拌姜片啊，朋友们，白人都不这么吃啊。比白人饭还难吃的饭，就是这份男人饭。谢谢大家，我是英宁。大家好，我是英宁。哎，哈哈，我呢是一个东北女人。巧了，我妈也是。她的人生信条就4个字：不服就干。只要我一不服，她就干我。小的时候让我长个儿，让我长个大个儿。跟大家解释一下，我爸就1.69米，我妈1.5米。对，东北不仅有矮人，也有矮人。但是他呢，希望我长到1.75米，每天让我拽单杠。大家现在看出来，我这个个儿还是1.6米，个儿没怎么长，但是我这个胳膊呀，我1.6米的个儿，但我的臂展是1.65米。小时候做课间操，老师说大臂向前看，结果啪就插人嘎叽窝里了。老师说 spring 就啪扇出去2个嘴巴子，伸手就打笑脸人。不瞒大家，我这个胳膊伸手就是2.1米，也没什么用。唯一的用处就是走在路上看到那种突然想空气投篮的那种男生，先上去给他一个盖帽。有时候真的想想啊。这个故事真的挺讽刺的，因为大家想想，胳膊是什么位置？胳膊是人体骨骼当中唯一跟身高没有关系的部位。但凡当年我练习的是上吊，人虽然死了，但是官方身高是1.62米。我妈这个人，她不仅不服生物学，非生物的也不服。我记得我刚毕业那年就不想再管家里要钱了，但是北漂嘛，你租房子图便宜，哼。大家租过凶宅吗？没有想到吧？这里还有死亡话题。当时那个中介还跟我说呢，说女士，您现在站在窗户边的这个位置，就是上一个住户跳下去的位置。我当时把我吓死了，我说难怪便宜呢啊！遇上了跳楼价了。我妈一听什么凶宅，根本不服，说妈觉得
这个房子它应该不是一个凶宅，因为那个人站在这儿的时候还是活着的。1楼才是凶宅呀！哇，我当时满脑子里只有4个字，好有道理。我说妈，你冷静一下。我是说，假如说那个大哥他以后想回家来看看的话，应该不会只回1楼吧？我妈说你放心，他的腿摔坏了，他肯定上不来了。我妈这个人不仅不服鬼神，其实她也不太服一些世俗上的观念。有一年过年呢，其实有一个非常讨厌的亲戚就在酒桌上指着我说你女儿也老大不小了，怎么还不成家呀？我妈说我的女儿她爱怎么活就怎么活。你小时候拽过单杠吗？没有，没有你手伸这么长。但是他会偷偷的跟我说，哎，闺女，妈知道你不想要男人，但是咱能不能要一个孩子？我说什么意思？不让中间商赚差价。我妈这个人，她成长于那种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年代，就是传统中带着一丝激进。她一方面说，你现在趁着年轻呢，你早点生，这样恢复得快。但是另一方面呢，又怕我太懂生孩子。我就跟她说，我说那生孩子是不是意味着得跟男生有亲密接触了呢？我妈说，那种事情咱可不能干啊。我当时想，妈，啥事儿啊？为什么说我妈这个人，她人生有不服输的精神呢？因为前几年，她怀孕了。对，在我妈50岁的时候，她用实际行动教会了我一个道理：什么叫求人不如求己，言传不如身教。然后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我总不能说，哎妈，那种事情咱可不能干呀。但是我确实发现我妈妈怀孕之后，我妈和我爸的态度其实不太一样的。我妈每天摸着她那个小腹，在家踱步说：“宝贝，妈妈这辈子对不起你，下辈子你早点来，你争取做第1胎。”我说：“妈妈，我还在这儿呢。”这是我妈给我的感觉，而我爸给我的唯一感觉就是：“老子牛啊！”哇，真的是男人至死是少年呀！有时候我看他俩这个状态，我就觉得3胎这个事儿啊，不应该只鼓励年轻人啦，是吧？也把他们拉入到这个阵营来，口号我都想好了，就叫与其催自己的孩子生，不如生出自己的孩子。但我妈催生她也不是为了一些世俗上的观念，她就是怕我现在不生老了吃苦，又怕我现在生现在就吃苦。因为她跟我说其实女人生孩子真的特别容易遭很多的罪，尤其容易得产后抑郁。他就说他当年就得过，他说我们那个时候哪知道这是病啊，都以为刚生的孩子太丑了，丑得让人想死。他说我当时抱了你第1下都不是说这像谁呀，而是说这像话吗？我还关心他，我说那你难受吗？我妈说咋不难受？当时周围的阿姨天天就想跳楼。我说那你呢？他说我还行，我就是想把你扔下楼。我说妈，你是不是那个时候就想过1楼才是凶宅？我妈确实就这么一路不服，一路硬扛，走到了今天。她前年退休了，现在呢，每天在家健身，已经拥有了4块腹肌，然后现在每天在学英语，准备在备考雅思。就像所有突然失业的年轻人一样。但是她这种精神也一直鼓励着我，就像比赛之前她跟我说，比赛那玩意儿咱就干呗，管他输赢的，听妈的，咱谁也不服。你就记住一句话。妈妈永远爱你，谢谢大家，我是英宁。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北。很开心啊！最近呢，我不是快乐小狗了，我是快乐狗爹。最近养了个小狗，然后朋友教我怎么养嘛啊，3个月大小狗吃的有营养一点，让我吃什么什么鸡蛋、鸡胸肉、胡萝卜。我说在上海确实不一样哈，狗改不了吃 brunch。我朋友说再大点可以给他办狗证了。我说什么叫狗证？他说狗证就说明他是条上海狗了。我说这么快就落户了？朋友们，我来上海快7年了，我还没落户呢。我说他凭啥呀？凭他可爱，凭他能给人带来情绪价值。我说我的工作就是给人带来情绪价值。弄了半天他是快乐小狗，我是河北土狗是吧？我朋友说狗办狗证很简单，打狂犬疫苗就可以。我说我也打狂犬疫苗了。
真的有点嫉妒他。现在你知道，有时候在外头遛他的时候，我有点吃醋，我想报复社会，我有时候想咬路人一口。还好当时有狗绳牵着我，当时那狗一回头，眼神里感觉就说了一个字 ：no。一个普通人确实在大城市很难落户啊，但是一些品相好年轻人还是不一样。比如有一些海外留学背景的啊，这种算血统比较优良的。我当时有点难受，我说我血统也挺优良的，我是土生土长的河北人，而且我每年参加脱口秀比赛，我说我属于赛级河北人。而且宠物不仅好办户口、好落户啊，这个城市对宠物也是特别友好。那现在上海很多咖啡厅，你带着宠物去啊，会免费得到一个狗吃的奶油。当时看着那个奶油，我心里五味杂陈。上海卖一杯咖啡很贵，要30多块钱。我刚刚看着那奶油，我心想，我说我买咖啡的钱是不是都让狗吃了呀？啊！而且该说不说，朋友们，那个奶油不好吃。然后我就想给它养得好一点嘛，上网我会看很多关于养狗的小秘籍，给它养得好一点。网上有个写的很有意思，他说给狗做绝育手术之后，狗能够多活2到3年，狗的性格会变温顺。我在想，那些狗如果知道自己脾气暴躁的后果是这样的话，他当时肯定说：“你等会儿，我觉得我的脾气还可以克制一下。”然后还有说这个狗狗做绝育还有好处，就是不会乱尿尿了。我说尿那儿也听你人类的，又要听你话，又要绝育，以后别说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了啊！什么忠犬八公啊？你人类想要的是忠犬八公公。网上说给狗做绝育还有个好处，就能避免流浪狗的问题，因为一只狗1年要生12条小狗，3年下来反反复复会生出上百条小狗。我说你不能因为这个问题复杂你就这么对狗吧？啊，这件事儿非得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吗？我觉得人真的为动物好啊，就不要把人类那个审美强加在动物身上。比如说柯基，柯基本来有尾巴，它尾巴有这么长，因为人类觉得就是不好看，然后给剪成这么短了，你知道？我觉得对柯基这个状态都不太一样了。剪完之后，你知道吧？有的大尾的柯基显得很友好，摇着尾巴跟打招呼啊，你好你好。断尾的柯基就显得很消极，说啊小柯基，那柯基这样。No 啊！我觉得宠物过得好不好，完全看人类这段时间的审美。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折耳猫，脸圆圆的，很可爱。但是它虽然有基础病啊，又很贵，但是很多人愿意去买它。很快就过时了。其实对猫的生活质量有着非常大的改变啊。它本来可以生活在杨天真家里面吃金枪鱼，因为没赶上好时候，只能在何广智家吃拼某饭了。而且过时就很容易被遗弃啊，被那些流浪的野猫看见它都得问他，他说哥们儿，你这小体格是不是流浪撑不了几年呀？那折耳猫说，很难说。但应该能比你多活2到3年。人确实对宠物不好啊，为了好看断尾立耳啊，但人对自己也不好啊，为了好看会动刀打针。人不是不爱宠物，人是不会爱，你知道？所以呢，我准备先学会爱自己，以后狗吃饭前我先吃个 brunch 啊！谢谢大家，我是小伟，谢谢。大家好，我是小佳。我不会嘴瓢，因为我的嘴一直在瓢。准备好听第一笑话吗？我前阵子去了趟医院，然后看到一对儿女带着老人来看病，因为要不要带老人去养老院的问题，两个人就吵了起来。坐在椅子上，那个老人就特别可怜，说：“哎呀，死了算了。”儿子说：“你现在讲这种丧气话有什么用？”老人说：“不是，我说你们死了算了。”其实，在农村里，很多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所以不得不把老人送到养老院。但是呢，在农村这件事情很容易被议论。我外婆决定去养老院的时候呢，隔壁那个长辈说：“你儿子女儿不要你了。”哎，同样的，我爸妈去打工的时候，他也跟我说：“你爸爸妈妈不要你了。”你就感觉在他眼里啊，这家老人小孩都没人要，他可以在村口说这家老人小孩没人要，有人要吗？便宜处，老人一诚心，小孩有破损。对
养老院是我外婆决定的，她其实很先锋。她以前在厂里上班，然后每天到点了就会下班回家，然后领导开大会的时候，她会偷溜回去。我问她为什么这么做，她说她最讨厌一群人听台上一个人放。我说阿嬷很尴尬，我现在就是放的那个。他不太清楚我的工作具体是做什么的，甚至会跟我开玩笑说：“那个以后啊，我争取死在周末，这样你工作日可以休3假。”我的外婆想把我的周一到周五都变成 Sunday。后来呢，我去养老院看他的时候，真的觉得那里很舒服。非常舒服，3餐端到你面前，然后楼下有个大花园、大泳池。虽然我也不知道那个泳池是干什么的，总感觉是给老人的陷阱。但我真的觉得很舒服，我都想住。我说我能不能住养老院？那个工作人员说：“你应该去医院。”跟着我外婆同一间房子的同一个寝室的那个老太太、那个老奶奶啊，有一些阿尔兹海默症，但我有时候很羡慕她，因为她做什么事都很快乐，看电视剧笑，看新闻笑，就看脱口秀不笑。连阿尔兹海默症的人都知道，现在的喜剧很无聊。朋友们，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不去养老院的原因呢，还是因为养老院不够好玩。如果我们这代人住养老院，肯定会规划成我们想要的样子，对吧？到时候养老院呢，不在什么深山老林，就在市中心，旁边就能买到蜜雪梦城，然后无聊也不用出门，刷刷老红书，玩老者荣耀。一边抢拉布布，一边拉裤裤。哎，到时候女生宿舍对面呢，就建一个健身房，然后老太太每天午休醒来呢，就可以看对面帅哥健身，对吧？向往吧，对吧？你也不用害怕看腻。因为你老年痴呆，每天看都有新感觉。姐妹们，就是要这么不体面的老去。再不疯狂，我们就死了。老头也别生了，老头也去健身房捡矿泉水瓶。我觉得未来的养老院，如果这样做，一定是年轻人的天堂。对，是年轻人的天堂，而老年人的天堂就在天堂。我还蛮喜欢这个梗啊，而且到时候我们也不担心孩子要不要我们，因为我们压根就没想过要孩子，对吧？而且我有个很神奇的发现，就是那天呢，养老院都是一群那种行动迟缓的老人。我那天一下车呢，迎面走来10几个人，都像小佳。他们一直在开口，就是小佳。早晚大家都会变成小佳的，祝福你们。有一个老人走着走着，假肢掉了，吓我一跳。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我感觉以后啊，我在养老院肯定如鱼得水，因为我有60、70年迟缓的经验。当所有人变成小佳，小佳就是那个 leader。到时候那个走路太好的人呢，是要被孤立的。所有人把他围到墙角，说你怎么想去哪边就去哪边，你有没有点大局观啊？
我等这一刻很久了。我到时候呢，在大厅里继续给大家讲笑话，看看今天把多少人笑死了。哎，我相信那时候无论说什么，都不会有人说这是我能听的吗？所有人都会鼓励你勇敢的大声说，因为大点声才听得到。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辛博。我发现这2年咱们中国人的素质还是提升了很多，中国人的素质提升了很多，很少有那种随地乱丢垃圾的了，都是丢在共享单车的车筐里。多好啊！垃圾不落地。每回我都得把那个垃圾从车筐里拎出来，再放旁边车里。这都属于非文化物质遗产，传承它就不能断在我这儿。我不生产垃圾，笑的都是我的工友。我也试过拎着垃圾去找垃圾桶，没走几步，车让人扫了，急得我脑子没反应过来，嘴都张个着来。你偷我车，这垃圾我刚拎出来的，你没看见呢？对方也是一脸懵，垃圾给你呗。这2年已经有点脱敏了，有没有垃圾的车我都能骑。但我还是觉得有垃圾的车会更难骑一些。你不能让那个垃圾颠出来，否则它就算我扔的。最烦过那种减速带，我得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扶着垃圾，我恨不得拖着。我说我在这儿手扶拖垃圾。最怕玻璃瓶，再碰到减速带，我得立马控屏，掉出来玻璃心得碎一地。那天扫了台车，不知道哪个孙子吃剩了半包辣条，我真是想尝尝。麻辣王子，从小我就爱吃。我送你2包。骑到地铁口还车，有个哥们儿迎面向我走来，周围没车了，他跟想接手这台。他也看到了车筐里的垃圾，他就，你知道有的时候人受了委屈会不自觉的自言自语给自己解释，不是我吃的。他冷漠的眼神仿佛就在告诉我，就你扔的。早知道我吃了好了。报复性的想文明一把处理一下车筐里的辣条，但你知道地铁口的垃圾桶总被那个什么电瓶车团团围住。好在电瓶车也有车筐。还有头盔，蹭我一手油，这个倒好处理。车筐里你就找嘛，都有纸巾。我觉得咱们素质还是得继续提，对吧？比如说我们扔的时候，可以按照共享单车的品牌搞一搞垃圾分类。小哈丢干垃圾，小菊丢湿垃圾，小就是垃圾。就他们家弹窗广告最多，稍微一不注意，网贷申请就开始了。我就骑个1块5的单车，申请这10万的网贷，偏要网我。他就从这个 P 点骑到另一个 P 点，这个模式就叫 P2P。包年才130，
10万块钱够我包770年，能传到我8辈玄孙那里。2795年，全世界都自动驾驶了，就我孙子骑个共享单车，骑行世家。单车会员到期日加计勿忘告乃翁。感谢吧，感谢你8辈祖宗。小哈就很好，小哈就不弹窗，小哈会在我第一次骑过他们家共享单车之后，就偷偷的帮我把网贷给注册好。哈特暖暖。车是越来越难骑。那天演完午夜场，出了地铁口就一台小破车，那车贼破，我很犹豫，到后边有哥们推波助澜，他问我：“哎，你骑不骑？你不骑我骑。”我说：“我骑，赌一把。”那台车骑着不如扛着，这个车把歪的，我正着扶车就走斜线，我就理解什么叫歪打正着。那个车座被压到最低，锈死了，提不上来。我一蹬膝盖，指定我下巴壳。为了不顶到，我还左右闪躲。我一个打工族，给我骑成了维吾尔族。上坡我得站起来猛蹬，下坡还行，就是刹车不灵。骑进去我300块钱医药费，还行，网贷额度还剩99700。最垃圾的还得是那个共享电单车。共享电单车那个头盔你戴过一次，才会真正理解什么叫屎盆子扣你脑袋上。臭到、朝闻到、夕死，所以不带警察惩罚我，带了老天惩罚我。那个味儿从天灵盖就冲进来了，保护我的脑子，击溃我的心理。这跟从垃圾堆捡个口罩带点有什么区别？我就感觉我的脑袋被流浪汉用腋下夹住了，我头都是馊的，我嗖往前骑着，那风往后吹。只要我骑得够快，风和味儿就追不上我。唯一一个比那个头盔更臭的，就头盔那带儿。那就是流浪汉的袜子，朝闻到，立马死。但是记住，一定要记啊，一定要记。你要是不记，一拐弯他就甩你嘴里。共享电单车的批点特别少，还车点特别少。骑到客户门口，发现最近的批点就我出发那个。原地还车要收我20的调度费，我又骑了回去，钱花了，时间花了，人还留在原地。见客户迟到了，回来领导开车顺我，给我一顿臭骂。唯一个比那袋儿更臭的就领导的嘴。我说领导，你把安全带系上吧，一拐弯再甩你嘴里。上个班儿，骑破车，戴臭盔，挨臭骂，就为了挣几个臭钱。我觉得在大城市里，我跟共享电单车没啥区别。
大城市里没有我的 P 点，但我想留下来。我不想骑了，我有腿，我要走起来。谢谢大家，我是秦波。哎，各位好，各位好。大家好，我是安宁。能看出来吧？到半决赛了，不太好比，得上高度哈。这件事对于我就很困难，朋友们，我就不太会上高度，所以这个时候我一般都会羡慕其他的一些那种就是身怀绝技那种特型演员，小佳呀，黑灯啊，人家俩虽然身体不方便，但距离道德制高点就近，你发现没有？那小佳他不管讲啥，他都温暖、善良、有力量。黑灯不管讲啥都视角独特，替少数群体发声。哪有视角啊？真。有视角，至于忘词儿3遍吗？咱一讲不好就容易恶臭垃圾。好，朋友们，说实话，心里有的时候挺不平衡。黑灯替少数群体发声，我都查过，全世界视力有严重障碍的人2.3个亿啊，超雄才400万呢，那才。谁发声啊？那脾气不好不更值得被爱吗？那玩意儿不公平啊！真的，朋友们，我跟你讲，比到这儿啊，很多选手特别焦虑，你们感受到了吧？很焦虑啊！我真想给你们看看刘仁成朋友圈的呢。这小子还走了，你看。真的，朋友们，刘仁成的朋友圈比水滴筹都惨。我就没见过有人能从早骂自己骂到晚上的。早上起来打开朋友圈看刘仁成发，我真傻，真的。中午发我真蠢，真的。晚上讲开放麦我真尬，真的。刘仁成脱口秀祥林嫂。阿成每日3省吾身，笨乎蠢乎尬乎。你就点他朋友圈主任，你就往下翻，20多秒才能到底。最底下一行仅3天可见，我的妈！刘仁成发我朋友圈的频率比特朗普发推特都高着呢。很多人现在莫名就焦虑了，你发现没有？有观众会给我发私信说：“翟哥，我看你就不焦虑，你就挺混蛋，我瞅你。你能不能安慰安慰我？我28岁，180斤，1.65米，我太胖了，明天要跟女生相亲，我很担心被看不起。”我当时我就安慰他，我说：“兄弟，咱有什么可担心的？你肯定被看不起呀你。那180斤，1.65米，那是太胖了，那不太矮了吗？那不是吗？”那咋安慰呀？那瘦下来还是1.65米啊？那玩意儿。真的，我不会那些矫情的，朋友们。哎，咱大家能听出来这个私信来自于哪个平台吗？那个叔是吧？那个叔就邪门啊，没有开心的人，你发现没？全都什么内耗啊、焦虑，那个书里就我超雄啊！我的妈！真的，那里头开心好像犯法。我搁那书里头搜快乐，他给我推最高赞的帖子叫“为什么你总是不快乐”。我搜我快乐，他给我推最高赞帖子叫“哦，原来我曾经也会感到快乐”。我当时就感觉5月天在我旁边喊：“兄弟，别搜了，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当你把这俩帖子全点完一遍呢，那个系统就默认你重度焦虑了，然后开始给你推那个焦虑等级测试。不知道各位测没测过？没有人能从那个测试里快乐的走出来。那问题问我是否能经常感受到自己心脏在跳动。这难道也错了吗？问如果突然焦虑就会有不好的事儿发生，你要盼着我开心，问我点吉利的。那我突然打了个喷嚏，你怎么不问问王心凌是不是在想我呢？真的，我不太喜欢这平台，它一方面给你制造大量的焦虑，一方面给你推最精致的生活，对吧？我就是过不了那生活，我才焦虑的嘛。
我曾经被那种精致的焦虑帖子而干焦虑过。月入8万，在上海到底什么水平？感觉自己是个穷人，好焦虑啊！他什么水平？在我老家，这都立案侦查的水平了，都是。朋友们，哎，相信我，不焦虑，咱远离这些精致的平台，咱玩点接地气的，去快手啊！精神小伙，我的妈！他焦虑，绿字他都不认识呢，都。小皮鞋、七分裤，不知内耗为何物呢？真是！我的妈！你看你焦虑，每天难受，我抽根烟，人家直接抽打火机，每天都是煤气满满的一天。哇，太燃了，真的啊！然后你内耗是吧？我这辈子也穿不上普拉达，穿不上 LV， 我难受，我内耗。你看人家那衣服，左边 LV， 右边普拉达。哎，中间是旺仔，你看看，就快乐。唯心主义最高的境界就是唯我独尊。朋友们，相信我，不用内耗。我知道现在大家很多人都内耗，我给各位分享一个我坚定的人生观。我从来不内耗，为什么？我坚信我这人虽然啥不是，但是其他人也都不咋地，你知道吗？哎，朋友们相信我，我能找到任何一个人比我有缺点的地方。罗老师老说他爹味重，他光爹味重吗？他头发比我多吗？你说？对吧？你看比尔盖茨，他再有钱再厉害，他眼镜度数戴了那么高，戴了30年，我俩眼睛全5.2的。我看这世界比他清，对吧？那马云他再有钱有什么用？他听过我讲脱口秀吗？咱们在座可都做到了呀，对吧？朋友们相信我，你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游戏、自己定规则，永远都输不了。谢谢大家，我是安家，谢谢。其实我前夫一开始啊，他也是不同意离婚的，他是30年了，过得挺好的，你为什么突然要离婚？我说30年了。是你自己过得挺好的。我说我本来也没想过要离婚，是你每天数落我，逼得我买了副耳机，听到了脱口秀。我这才发现啊，说话能把人逼疯，也能把人逗笑，还能挣钱。所以离婚啊，主要还是得感谢你啊。他说：“那你把我弟弟家的外债还了怎么样？”我说：“我给你买副耳机怎么样？”你也学学脱口秀呢，你还挺会冒犯的。好，现在我火了之后啊，他老关心我了，每天给我发私信。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不拉黑他？”我说：“他全平台关注我，我根本拉黑不过来。就他本来是不会上网的，就因为被我拉黑的多了，现在都学会建小号了。以前啊，在家当爷爷当习惯了，现在在小某书上当陌陌。”搜我的演出信息，关注我的厂牌，截图我的 report。我给他做了30年饭，没想到啊，最后做成了我的私生饭。就上台之前还给我发私信呢，说跟你合影的旁边那个老登是谁？我说是我的新对象，其实是节目嘉宾马东老师。他给我说：“你得感谢我，没我你能写出这么多段子吗？没我你能有今天吗？”我一想也对，啊，我确实不该想没有他的日子，真想都不该想啊！我睡觉我都睡不踏实，睡着了都得乐醒。我太感谢他了啊！结婚第1年的感觉是啊，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离婚第1年的感觉是啊，有的人死了他咋还又活了呢？当然了，这只是我的想法啊。
我不会这么跟他说话的，因为我根本就不想跟他说话。离婚前嘛，他每天密切关注的都是别人家的女人；离婚后啊，他每天密切关注的还是别人家的女人。我甚至怀疑，我以前是加了个曹操吗？就这么几个有学问的啊。最近啊，他给我发私信说他真的改了，他要开始努力了，我就开始害怕。他以前开水果店也特别努力，只是特别努力的进水果，但是卖不掉。我说你但凡少努力点啊，那个水果店他还能多开几年。我害怕他太努力了，把我离净身出户留给他的房子赔掉了，再来分我的新房，就忘了告诉大家了啊。我经过我不断的努力，现在我有了自己的房子。接下来的目标，我就是努力的还房钱。新房子装修的时候啊，我问包工头，我说你能不能给我定制一个网红的路牌？你就给我写上，我在我自己的房子里一点都不想你。就等我的新房子装修好了啊，请我的姐妹们来我家做客。就现在啊，我的姐妹们可多了啊。到时候就打一个滴滴站点巴士，把咱姐妹们一大巴一大巴的拉来啊。对，这是个商务，我能挣钱还房钱了啊！没想到吧？滴滴竟然还有大巴，坐着滴滴大巴，想咋地就咋地，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过什么样的生活。谢谢大家，我现在不是房主任，我是房主。